最高395呀！全台湾最高的地方，我们到。哎呦！就是这样峰峰相连。刚刚那是主峰，对不对？对，这样走下来，我整个膝盖好像快碎了。半走半滑的下来，为什么不干脆我们就旷直？我觉得你这个讲法也是蛮不错。观众应该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的辛劳了。我觉得一个旷直人很没有男子气概。那我们撇开男子气概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啊，我们真的没有关系啊，这样真的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先回去好了。你现在回去对不对？对，只有一条路，就是在爬上刚刚那个碎石路。这样看你要去报道还是要回主峰？我觉得我们去报道，然后休息一个晚上。今天有点操到，太累了，累到炸。有没有爽一点的一日系列？有没有爽一点的？一日那个哈根达斯冰淇淋试吃员，还有一日饭店试睡员。好了，走。好，我们刚刚经过呢这个休息了一下以后呢，稍微元气恢复了一点。没错，我们现在就要请教我们的气象站的主任。我们千里迢迢来这边，就是要来工作，对，你来体验一日观测员。而且我们体验过后，如果能够适用的话，你就可以留下来。没关系，台哥，你是一定可以表现得很好的。不是，而且真的，你平常也没什么事，最适合待。留下来。欢迎我们的李主任。李主任你好。站长，站长。请问你现在在这边服务多少时间了？我在这边第4年。那我要先问一下，比方说像这样的一个班呢，怎么轮班呢？应该讲怎么轮班？我们大概观测员的话是三个人在轮，是。那我们一次做1个月。一次做1个月，在这边待1个月，这边待1个月，对，然后我们下山是2个月，2个月的话，我们会去局里或是去我们的玉山在台中的办公室，是做一些行政的工作。我靠，太辛苦了啦！哎，那请问，那你在这里，比如观测站的时候，周一到周日大概感觉是怎样？天天上班，1天上几小时？我们一天现在是从早上5点做到晚上9点，16小时。哇，跟我们做电视感觉差不多。真的是。你每次都在骂什么 APP 气象不准，那些气象没有，哎呦，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哎，他是谁？我都是说，我知道谁了，不要是谁？你讲，没有，不行。不能说他们不准，因为其实我们来到玉山，我们才知道那个天气是突如其来的变化。我刚刚差点没有被吹到山下去。刚刚阵风大概是10级，平均是8级。这边是10级耶，10级很恐怖。真的，我跟你讲，而且10级的阵风，你走在路上有可能就要摇摇晃晃，一巴掌把你打下山那种感觉。所以台风是几级开始？大概8级以上，就已经8级哦，8级就已经开始。对了，8级以上。那想问一下，你平常在这边呢，也没有同学来找你啊？那你平常真的都在干什么？有没有一些休闲？哎，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Kid，你既然讲说有没有同学来找你，来，站长你讲，请问今年贵庚？他应该比我小，28。他不才3次。暂停一下，不会有人比你大。这里不能，射击啊！靠，你这看你。你真的越来越像小小噔噔，你用一下，你用一下，你这样子，这样是小，对，你到底几岁？我今年要满40。哈？屁啦！是不是常常在高山就会比较年轻？可能肉放在冷冻柜里面都比较新鲜。哎呦，还有梗哦 ，OK 哦，再有梗哦。刚刚 Kid 问站长说，请问在这边平常工作时间这么长，又一直待在北方，有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我们平常休闲大概就是看木曜4超玩，看那个一日系列，那也是木曜4超。网络好吗？这里这边网络的话就是有点看天气，大致上都通。那还有什么娱乐？
还有什么娱乐？就是我们会做摄影，那你在这边拍过就最屌，让你觉得就哇，这个最震撼的画面是什么？有水鹿会来吗？有水路，可是很难拍到。水鹿有没有看过？水鹿它2个耳朵圆圆的，很像米老鼠。真假的？你自己问站长。我没有看过。那我还看。那你有没有看过米老鼠？有，它就长那样。没有，景象我们景象新轨有没有什么类似？有，我们就是这边会有很多很特殊的景，像银河新轨那种都是只要天气好都天天都有。我想问一下怎么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要待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吃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你们平常吃都是怎么办？我们运输补给，现在夏天的话，我们是靠杯供，1个月大概有120公斤的quota，120公斤也包含我们如果仪器坏掉要上下运输，还包含仪器啊？对，靠仪器就是他们坏掉的啊。那仪器如果说是40公斤或几十公斤，他们都不汤价了。比较大型的会用专案去处理。你结婚了吗？对不对？结婚了。结婚那会不会有时候太太会寄个什么她做的泡菜给你啊？就请小杨他背上来给你，有没有这样？他们有的时候都会把太太背上来，1个月很无聊。3个人，一个太太40公斤，3个刚好。太太只要至少也要60公斤。怎么会是这种太太太重？好了，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好他的那个作业的地方，因为我们等一下肯定也要在里面作业，我们学习一下。说不定第一个工作就要在跟作业。是。Check it out, yeah。这就是你们那个值班的工作日志了。对，我们平常的话就是这部电脑就是大概会显示我们外面所有仪器所观测到的数据都会在这上面。那我们在外面观测有一些人工的部分回来会把它记录在本子上。是。那之后再透过一些这上面的界面，就是我们会把它输入进去。之后再把它编成那个气象电码。可是现在科技那么发达，这些东西还是要靠手写啊。这我们早期都是用手写，那更早是连这个电脑都没有用人工观测。那现在的话，我们是有所谓的电子观测部，就是带一个平板出去点一点，然后自动就发送出去了。那就好了。对，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会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上个月玉山被雷击，那我们的仪器大概一半都损坏了。这样子怎么办？就是接下来会有新的物资上来吗？那时候雷击完隔天，我们的同事就马上下去到台中，背着电脑，隔天又上来，马上把它装上来继续观测。靠！我靠！这什么工作啊？行业太离谱了。不好意思，我想要先自行辞职。请问你当时在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啊，这是你自愿的吗？还是被气象局硬派过来？这是自愿的。你自愿的？对，而且还蛮抢手。真的假的？工作很抢手，因为这工作就是薪水比较高啊。不好说啦，是这样子。这个待遇高是应该的，应该的。第一个你要来忍受一整个月很孤单，气象观测员有没有女生？有，我们气象观测也有女生。那我问一个这边偷偷问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女生年轻的学妹上来支援，老婆会不会特别紧张？还是你不会跟老婆讲说有女生的？女生上来支援基本上我不会遇到，因为我们观测员一次就一个人，这一直都有一个人。对，一个观测员，观测员只有一个，他来当观测员我就不会在。那有其他职位的女生会上来吗？没有，3位嘛，一个是观测员，一位是，另外2位是约聘雇。但是告诉2位一个好消息，真的，至少听出来的只有1位。没有啊，我们2个，可是就算是来，我刷掉，我自己自行刷掉。我是很吵，然后高三，昨天又唱歌又跳舞。如果是天天唱高三，恭喜你当选，我先下去了，我先下去。弄啊！那我想请问您在这个站啊，你工作4年当中，有没有拍到一些很珍贵的画面？有吗？有这些影片或照片。那我们来看一下照片。有这样看一下。星空的话，大概就是每天晚上都有，所以星空每天晚上都有。哇，这个是星空就对了，这个是银河，有流星哎！你看，这个。这个是流星，这个是哇！但是横线的这样进行的是喷射客机哦。这边蛮特别的，就是可以拍到闪电，因为闪电常常都是在脚底下。
哇，这是动画吧？这是3说了3，这叫霹雳布袋戏的动画哎。请重播一次。哇！当时你拍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非常震撼？你自己看到的时候，对，这真的是观测的时候才有这个机会。靠，这真的很屌哎！像这个是夕阳，哦，这是冬天的。哇！靠，这很屌，这在你们门口拍的嘛？这就是门口拍的。可是我想要问一个比较不专业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观测站都要设在最高处？其实应该是说，所有的观测站会有很多数据一起传过来，所以每个点都很重要。那高度的话，因为我们的大气不同高度会有不同的数据，它的垂直变化是必须由不同高度来决定的。2位，我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请问一下站长，今天可以安排给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我先带你们到观测坪去了解一下我们的气象观测仪器。走啊，走啊，走啊，走。山北风的气象观测站，吃到这一锅，全部都是我们王大哥，还有卓哥，还有小杨，他们3个辛辛苦苦背几公里，20-30公里，这一锅多么的珍贵。今天这一餐可以说是近期内相当丰盛的一餐，对吧？以后吃不到怎么办？对，而且其实我自己觉得，台哥就是大家一起在这个这么高的地方吃麻辣锅，是一个很屌的事情之外，我觉得这是一个满满感动，因为每一个人的付出，真的，然后就全部都贡献在这个里浓缩在这面，包括我们，包括大家，就全部浓缩在这边，有一种像过年吃团圆饭的感觉。真的太团圆了，而且小杨真的不啰嗦，周族勇士，一路我跟你讲。差点把一台飞机都扛上来，真的。2位大哥都接近60的人，没有错，我们真的汗颜，真的是。我们背他那个背包，差一点摔到山底下。中间还一直在干掉木曜师说做事情做那么认真干嘛啦？所以看到没有，你真的各行各业都每一个人都有在默默的付出。我们下次要不要做一日登山向导的系列？不是背弓吗？一日背弓啦，背弓向导啦，背要上山去啦。上山哪？还没上山呢。你上次吃麻辣锅是什么时候？我在这边好像没吃过麻辣锅。对。我觉得局长眼中泛出了泪光。泪光已经出来了。要吃完第一口眼睛泛出泪光。以后吃不到怎么办？所以你们一日背弓也在这里拍吗？哦，没有，这样的话我还是录取这个好了，你还比一日背弓。那他会背弓。收哦。拉回。你知道在山上如果吸一点这种氧气啊，对身体是会比较好的。因为现在我们全剧组呢都有头痛的症状，那就是有点轻微的高山症。然后我就直接就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有这个仪器呢？他说哦，不巧正好有。我说还不拿出来给我吸一下？哎，等下你们可以吸一下，如果有头痛的话，好像会比较快缓解。这是空气里的，对，因为空气在这个高山上，空气比较稀薄，稀薄的话，你就会比较容易头痛，所以 OK， 而且还是有一个自己的沙发。到现在变98，现在马上瞬间到98。我每分钟心跳在这么高山还能维持在82，他们说我心脏很 OK， 我头已经不痛了。血氧已经拉到98了，已经算是在山下平地的标准。
早安。早安，早安，现在一大早，现在大概5点，我们现在就要跟着站长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跟看今天的日出了。哎，真的很幸运，昨天是那样的天气，然后听站长说今天的天气是我们很幸运才遇得到的。站长，我看到那个山上面有一个好像一个旋转的一个那种云，它那个是为什么这样？那个云我们叫做高积云，那这种又叫做夹状高积云。下面这边就是等于就是云海，对，这是云，好不好？今天我们又可以看到云海，又可以看到日出。其实我觉得真的老天爷很帮忙。昨天那种狂风暴雨，天哪，真的是晴空万里的情况之下，我想请问一下站长，我们有必要再上主峰一次吗？我觉得是值得的。问这干嘛？不要，我们不会去。没有人要去，我早上2个起来2条腿痛，跟死龟蛋一样。哎，那想问一下站长，今天后面的那个太阳，它会有一颗这样子跑起来吗？今天的底层还算蛮干净的，所以待会出来阳光就会直接射出来。我跟你讲，我没有办法再看得进。哎，我刚刚已经在拉了，但是因为后来真美景实在太漂亮，我没办法。那所以下面那个是停机坪吗？这个是我们的停机坪。飞机真的可以停在上面吗？可以。如果遇到山难还是有紧急状况，我们可以协助通报，是各个单位。所以你随时要注意一些民众的一些情况。对，就是有来这边的登山客，我们都会去看一下他们的情况，包括走下山迷路的，我们都还会。你也要去管？我们会去喊，叫他们走回正规的道路。哎，登来，还不错，蛮好的。我觉得这个业务的范围相当之广。对。哎，不要哈拉了，头出来了啦。对，小爱心，快！我耳到爆，来注意哦。俊，我觉得北峰实在是太屌了，我人生的第3颗百岳，我完全舍不得走，我觉得这边好像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能留下一些你知道深刻的回忆，做点不一样的。做点要可能什么意思？哎，不行，不要，可以啦。我没有，我正准备打 FaceTime 给你啊！你看，我现在人在北峰，看我现在在北峰，这里好漂亮哦，好美哦！包站长，这样子，因为我们刚刚也看过日出了，那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我们观测的任务。那我们这边去，这个啊，大家这样看的时候，很可能会以为它是一个养蜂巢，怎么样？这样揭开，采蜂蜜，以为是采蜂蜜，其实不是。它是什么呢，台哥？它是一个养兔子的地方，有些时候会有兔子经过，小波，就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小波，嘿，这个我们量的是地温。哇，伸进去啊！地温呢？这个测定的意义是什么？测这个就是对一些植物生态的话，它可能根系是往下发展的。这个哈。这又是另外一个养蜂地动仪，大家以为是养蜂，但是其实不是。来，我们看这个牌子，最低草温计。哎呦，好不好？对，多少？多少？看不看得到啊？你看好吗？你看你有多厉害？多少？这个我可以用这个敲一下2位吗？这个温度计是不能拿起来，因为它最低草温它会固定在它最低温的位置。你拿起来，它里面的游标就会跑掉。对，大扣分。对，赶快放进去。那个是不是要把这个放在草上面？对。它是草温，要不然是放在哪里？没有，昨天有讲到，草温最低啊，要放在草的上面。对。哦，昨天上课都没来听。台观测员，它的这个温度计啊这么短，为什么这个笼子要这么大？这个我也知道。昨天有讲哦。A，
这个温度计呢，夏天会用比较短的，冬天用比较长的，所以它要做一个比较大的箱子来装它。2，这个箱子是统一规格生产的，他们就只能生产这个尺寸，所以他们永远是这么大。3，太冷了，温度计逗 Q。A 啦。答案是 B。我跟你讲，其实正确答案也不是这样。正确答案是因为他们其实在别的观测站还有其他更精密的仪器，然后在这边只有这2根而已。应该下去休息。对，我真觉得真的很好。其实我刚刚，其实我说走错了，没有，其实我不知道，是他刚刚递小抄给我，他刚刚递小，不是啊。超市没有，不是，我超不是，而且都记得超屌，不是，我这没有，好，我什么东西不知道。好，这是这样子啊，这个呢，这就是知道吗？全天辐射仪，我们要检测一天当中我们这边的辐射有多少。还有一个是康贝斯托克日照计，你怎么记得起来？好厉害哦！很屌哎，你怎么记背得了？怎么那么厉害？哦，在下面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呢，昨天有讲到。它那个日照的时候，它会把这边晒黑，然后晒黑以后呢，它就知道日照是怎么样。讲对一半，它是聚焦，然后把那个纸烧破洞，看它烧的痕迹，对，观测它到底日照的时间有多长。这颗球贵不贵啊？我看过，好像是20万。哇，这颗球20万。这一组了。哦，这一组哦。哎，那这颗球很贵，看我用。所以这个是。那个嘛，对不对？这个是旋转日照仪，它这边有一个斜面，斜面刚好就是会对到太阳的角度，所以它每旋转一次，如果太阳有日照的时候，它会透过斜面反射进，所以它这样不断的旋转，就一次一次的记录，可以量出整天的日照。那我们电子式的跟传统式的就去互相做比对，这个厉害啊！这个是一个温湿度的一个测量的仪器。这边有一个抽风机，它让空气从这边抽进去，是，然后我们的温度跟湿度的感测器在这中间，还有在这里面，那这样抽进来之后，空气就会流过那边，我们就可以测到。这个我知道，这个我了解，百叶箱。对，然后它这个百叶箱里面呢，它本来是要养鸽子，后来它什么都没有，它里面有放一个仪器。对了，就是这个仪器了。这个呢，对，你不要装不知道。跟你讲啊，平均温度啦，因为它这样不能直接日晒，所以它必须靠这个百叶箱，然后做一个通风，然后让它去温度去平均 balance 一样。对，这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对游泳池，而且这边有这个还可以捞鱼，好鱼啊，对不对？对，行照它名字。因为我们每天水太阳日照或是相对湿度不同，它水每天都会蒸发，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池子来量它的每天的蒸发量。最后一个了，对，这个我就知道了，这个就是一个虹吸式的一个鱼，一个受水管。哎，对，然后它这个雨呢，它就会从这样下去，然后当到一个程度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水排掉。是这样。你是不是故意讲的让大家听不懂，代表说你很笨，所以你就会被删除这个工作资格？可是站长，这个已经有虹吸式雨量仪了，那个又有一个雨量仪，那这会不会重复了？这个是一笔一笔进来的，那这个是连续的，你可以看到一整天雨量连续的变化画在一个曲线上面。哦。还有什么要教的站长？气象电码包含云的电码，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云。我们要看的云呢，大概就是云的总量、云的种类、云的高度。你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云的高度啊。我们大概会从云的种类去分它的高度。那像这样散散的这样子，有点飘开来的这种云叫什么？这个有点密卷云。那这个高度大概多少呢？密卷云它的高度大概在这里的话，大概是3500到4000多。可是那边就已经3900了。对啊，我们看的话都是以这里为例，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的积云一朵的，其实在底下看上来可能是高积云，对他们来讲就是3300公尺。哦，那我想看到远方有这样一条很明显的这样子，比较细长的那个叫做高积云。就是高积云的，对，高积云我真的有学过，我以前听过啊。然后还有沉积云嘛，有云海那个，对，那个是沉积云，但是在地面的人看它是高积云，就是不同的视角看的话就不一样。那所以其实如果说没有那层云海的话，我们是看得到都市在那边的。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台中、彰化、嘉义、台南，一直到高雄，我们都看得到。从这边都可以看得到。对，真的那个方向我们还可以看到
那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云的种类是不是可以判定，就是说哦，今天会不会下雨啊？像层云，看起来平平的，那光线没办法透射，它就会变成黑的。哦，所以它里面含水量比较高，就容易下雨。所以其实你站在这边看的时候，你已经知道那边在下雨了。如果看到远方那种冲上来的积云，那个我们叫积云，它下方很可能再过不久就要下雨，要下雷阵雨。哦，真的、哦。天哪，你在这边简直就是孔明嘛！你应该会借东风之类的。那看老天爷借不借？我们现在就要看云量，现在整个天空以10分量来看，你们觉得现在占了几分？我在想大概只有4分，4分，差不多。那我们现在看天空这种比较密的卷云，它占了几分？2分左右。所以积云2分，卷云2分。对。好，我们待会就要依照这个来发报我们的电码。那接下来就是能见度的部分，你们觉得今天可以看多远？依照这样子的话，应该也有个能见度应该有60公里左右，就有100公里。有能见度的话，其实会去认山头，像那个山头，像阳山，它现在20公里，然后中央山脉10公里，我们会以看到哪一座山来决定我们的能见度。你这样很带很像埃及人。你今天看起来公公。好啦，那我们继续喽。好，报资料，进去。好，报资料。现在是要发送电码，是不是？对，在发送电码之前，我们要把刚刚看到的都先写下来。我们刚刚看到密卷云嘛，那我们每次在做这些发报的时候，都有表可以去查。那刚刚看到是2分量，高度4000，积云叫 CB， 所以我们这边 CB3。这电码是抄你刚刚的数据去写下来，由刚刚这个数据去，然后根据这边的数字，然后我们这边稍微写好之后，我们要开始发，这边就有能见度拿进去。那刚刚编好以后，我们在编辑电码这边按下去，我们这个小时的电码就全部在这里，就包含那些自动仪器、气压、温度、湿度，全部都在这里面。那这发送出去是国际电码，全世界的电码在同一个时间出去以后，会画成一张全球的天气图。那预报员就可以根据不同时间的天气图去做研判。相当了不起的工作，靠全世界都要从这个时刻一起发送。所以我们很轻松的拿出 APP 叫今天的云层大概怎样，是经过所有很多的不同的数据去把它汇整出来的。那所以我们如果刚刚害你迟到个5分钟报的话，它的那一笔资料会确认，可能在某一些就是台湾这部分那个曲线就会有不连续，不能有误差这工作看似好像很轻松，其实很紧张你这个时间你拉肚子，亮你还可以棒晒。那我真的不能胜任这个工作，因为我不能觉得说，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我个人觉得，因为我不能去影响全世界这件事情。那我们要问一下站长，像这样子，你8点钟工作就算完成了，对，然后就可以稍事休息一下，对，然后等一下再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是几点？下一次是9点，晚上9点，早上9点，每1个小时啊，1个小时要一次，靠，那是哪有在休息？你们这样晚上睡觉怎么睡啊？就是我们这个站等是不用管半夜的天气，不得了，中央气象局真的，谢谢你，真的谢谢站长，谢谢。我觉得站长的脸充满了欣慰，他已经觉得说后继有人了。好了，又到了入选的时候了。对，虽然说我们平常都是互助合作，今天因为这个名额只有1位，我们就要珍惜这个机会。没有错，你要珍惜，真的要珍惜，真的要。我觉得你可以在这边养老，真的很不错。欢迎站长。那我们今天这样千里迢迢有没有从台北来？然后到这边实习了一下以后，您看我们2位的表现，今天你一定要忍痛的做出一个抉择。是，请选择。在做出决定之前，我还想讲一段话。从2位昨天的表现，是昨天天气这么恶劣，对，昨天上来这边的风速几乎逼近青台的等级，那大家这么辛苦的上来，要我做一个抉择，真的是很困难。没关系啦，其实不一定要这么困难，真的没关系啊。所以在刚刚大概在2分钟之前，我已经请示过局长，局长特别说，好吧，那就多给你1个名额，所以我们就2位都录取了。哎呦，恭喜啊，不得了，哇塞！不是啊，就这样子哦。上班了，不要混了，该打混了。好好工作，不要偷懒。我们会好好守在这边1个月的。
记得带野人火锅上来。哎，帮我顾电真的。神神，这是我们了。哎，我们坐地为王啊！哎，空的，这个气象站都没人了，这样对吗？好感动，相机怎么看？好感动，太感动了！我操，2天登山了。昨天主峰，然后又北风，今天又上来主峰，这是风才会做这种事情，这样子。